欢迎来到我的第2期中文播客。在这个视频中，我会分享我从中国到越南的旅途。我会带你们从中国到越南，你可以学习到一些关于交通工具的表达。最后我还会分享一个小故事，是一件非常让我意想不到的事情。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吧。在这里顺便给你们推荐一个插件，叫 Language Reactor。上个视频中评论区有人建议我可以加上拼音，其实呢我已经上传了字幕，通过这个插件你可以看到拼音、中文还有翻译的语言，它对语言学习非常有帮助。我是星期天从中国出发去越南的，早上8点的飞机，没有直飞，所以我需要转机。前一天晚上我预约了5点半的顺风车，我定了4点45的闹铃，5点1刻准时出发。我推着行李箱在电梯口等电梯，电梯来了，我走进电梯，按下1层按钮，司机就在楼下等我。从我家到机场大概40分钟的距离，路上经过了一个隧道，然后上了机场高速，司机在收费站给过路费。到国际机场了，我需要先办理托运我的行李。我买的机票限重20公斤，我把行李箱放在传送带上称重，显示14.5公斤，没有超过行李箱限额。机场工作人员问我要靠窗还是靠过道的位置，我告诉他我要靠窗的位置，因为我想看窗外的风景。当然靠过道的位置也比较方便，因为如果你想上厕所，靠过道可以直接出去，不需要让旁边的人站起来给你让位置。但是其实我不喜欢在飞机上上厕所，所以我还是选择靠窗的座位。早上起得特别早，于是我一上飞机就开始睡觉了。早班机的飞机餐是一些早餐，里面有面包啊、牛肉粒啊、酸奶什么的。这趟飞机的时长大概是3小时，所以我上午11点到达昆明机场，我需要在昆明机场转机。下一趟飞往胡志明的飞机是在下午4点，我还需要等很长的时间，所以我在机场找了一个空位，我坐下来剪辑我拍的视频。时间过得非常快，当我剪完视频的时候已经是下午2点了。我看到我的手机上显示登机口是在70号，但是当时我在他们的指示牌上没有看到70号登机口在哪儿，于是我去询问工作人员，他告诉我70号登机口是在国际航班的区域，需要我下电梯然后左拐。出境的时候，海关问我去越南做什么，待多长时间，以及我是做什么工作的。他跟我确认了一些信息后就放我出境了。我在候机厅等待登机，从昆明飞往越南是3个小时。我到达的时候是当地时间的下午6点，接着我需要在海关办签证。这个时候真的是发生了一件让我非常意想不到的事情，我非常的意外，我也觉得有一点不好的印象吧。虽然我不希望有这样先入为主的印象，我也不希望影响到接下来我在这个国家旅行对这个国家的感觉，但是我还是决定来讲一讲这个故事。中国人去越南的签证有一点特别，我是在网上提前申请了电子签，然后需要
落地之后办理一张令旨签，因为中国和越南在领土问题上有一点小的纠纷，在这里我就不细说了，如果大家感兴趣可以去查一下。因为这个领土纠纷呢，所以越南海关他们不在中国的护照上盖章，他们需要另外打印出一张纸，在那张纸上盖章。这个过程其实是很快的，应该几分钟就够了吧，但是他们让中国人等了2个小时甚至3个小时。那些工作人员就让我们交了护照，然后坐在那儿等着，也不告诉我们需要等多长时间，也没有一个取号的流程。我记得当时我等了1个半小时的时候，我去问他们的工作人员，他也没有正面回答我，他就说他的同事在里面工作，帮我们办签证，让我回去继续等。当时我其实是有一点后悔没有在国内把这个令旨签办好，在国内如果我找一个中介办令旨签的话，可能多个100多块钱吧。当时我就想着这个落地办一下也应该很方便，不需要那么长时间，所以就没有去做这件事情。他们的效率真的很低，其实我觉得最主要的可能并不是效率低，而是钱没有给到位，因为他们就明目张胆的想要小费。有一些中国人就是他们在护照里面塞一点现金，他们完全不需要等，基本上1、2分钟他们的签证就拿到了。所以我觉得根本上是钱，应该说贪污的问题。中间还有一些中介来插队的，那些中介他们手上就拿着这么厚一叠的护照，然后去窗口给海关工作人员，这一叠护照的签证也是很快就办好了。我相信他们一定是会给海关回扣的。当时有一个中年男人，可能40来岁吧，他等了3个小时，他非常的生气，他就在海关那个窗口大声的质问他们，你们到底要多少钱？还拿出手机拍视频，他说要曝光这些中介，因为这些钱是完全不合理的。当他这样闹了之后，那个工作人员就有点害怕了。本来他们是一个个的报名字让我们去取护照和签证，当时那个工作人员就走进办公室，然后拿出了一叠护照，他就放在那个窗口让我们自己拿，他也不报名字了。就是在那个时候我拿到了我的护照。如果这个中国人不这样闹一下的话，我还不知道要等多久，可能是2个半小时甚至3个小时。出境以后呢，我就去取我的行李箱，因为已经过了非常长时间了，那个外面的电子屏幕都没有显示我那趟航班是要去哪里取行李。于是我就问机场的工作人员，问到第3个，然后终于有一个人知道了，他就告诉我，出境后我在机场办了一张1个月的电话卡。在机场卖电话卡的销售，他们大部分都会中文，为了做中国人的生意吧，而且都能用微信支付。我还在机场的 ATM 机上取了一些越南盾，大概取了值$200的越南盾。我的相机没电了，现在换运动相机。出机场后呢，我就打车去民宿，这个过程还是挺顺利的，因为我住的地方离机场不远。这个民宿真的不错，是一个独栋民宿，是自助入住的。房东把钥匙放在了门口的小盒子里，到了之后自己去取就可以了。给你们看一下，这里有一个独立的卫生间，然后有一张双人床，
往里走有一个小沙发和一个桌子，底下还有一个小冰箱，就是我现在在的地方。我现在坐在床上。当时晚上到了民宿之后，我觉得我整个人非常疲惫，我就简单收拾了一下，洗个澡，然后睡觉了。以上呢就是我这趟旅程的经历，有点艰难，但是好在还算顺利。下次播客你想看什么内容，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。那我们这一期的播客就到这里啦。记得点赞、评论、关注我，下次我还会分享更多的内容。那我们下次见吧。